Hi guys, it's JR。今天来聊聊 Kylian Mbappé。不管你是透过这一届世界杯才认识他的，还是因为阿根廷的门将疯狂调侃他才知道他。Et les célébrations, c'est pas mon problème. Je perds pas d'énergie dans des choses aussi. 又或者是因为他长得很像忍者龟。就连球迷都要来凑一咖，又或者是像我一样，在2018世界杯看着他撕裂阿根廷的后防，或者是在比利时的比赛拖延时间，觉得怎么才19岁就这么油条啊？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抹灭不了他是当今最强势的足球巨星。世界杯决赛时，如果你是支持阿根廷的，当晚肯定被这个23岁的法国前锋吓到唰尿。2比0一路领先到第80分钟的阿根廷，就在比赛只剩10分钟的时候犯下了防守失误，让法国拿到罚球的机会。主罚的就是Mbappé。也许当时你心里有瞬间想到前年欧国杯Mbappé在 PK 大战失利的画面，但是比对当时跟世界杯决赛罚球的这个画面，不得不说这一次Mbappé的表情写着满满的自信。而在短短97秒之后，然而阿根廷在延长赛靠着梅西的进球再次领先3比2，眼看法国卫冕冠军的希望即将消逝，第118分钟又是一次法国罚球的机会。他是自1966年以来第2个在世界杯决赛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当世界高声赞颂着梅西传奇的一生终究拿下了世界杯冠军，另一个声音却也赞扬着世代交替，下一个世代球王诞生。Kylian Mbappé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强烈的自尊心，不服权威的个性，讲话直言不讳，不加修饰，但也有着行善不落人后的一面，特别是关怀家乡弱势的同胞。我们回到Mbappé小时候。爸爸是有奈及利亚血统喀麦隆籍的移民，本身是个足球教练，而妈妈则是来自阿尔及利亚，是一位手球选手。因为父母的关系，家中的孩子都从事体育活动。Mbappé 出生在法国拿下第2次世界杯冠军的1998年，出生在巴黎东北方的郊区 Bondy， 距离98年决赛的球场只有11公里远。Bondy 可说是个充满灰暗色彩的地方，普遍大众的印象就是帮派、暴力。最为人记得的就是2005年维持3周的暴动。The government declared the first state of emergency in 20 years. 幸好Mbappé的父母将他引导得很好。Mbappé6到11岁期间读了音乐学校，他可以视谱、吹奏长笛。他自述自己在足球之外的第2大嗜好就是唱歌。但是足球才是他的真爱。后来他为了更专注在足球，甚至转成在家自学。据说他爱足球爱到连睡觉都要枕着一颗足球睡。6岁起，他加入了爸爸执教的俱乐部 AS Bondy， 其中一位教练对他的评价是：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与众不同。Kylian 的能力胜出其他孩童，他的盘球已经非常精湛，速度比其他孩子快一截。他是我在那里执教15年当中见过最厉害的球员。AS Bondy 的主席则说，他具备其他孩子们所没有的技术和视野，仿佛他后脑勺长了眼睛一样，他总是能预测球的去向。在这里，他从没有在符合自己年龄的层级踢球，因为根本就没意义。他总是跟年纪比他大的孩子们比赛。讲到Mbappé小时候，他的众多偶像包含像是 Thierry Henry 亨利、席丹、Didier Drogba， 当然还有 C 罗。时至今日，Mbappé甚至打破了法国大前辈亨利和席丹的世界杯进球纪录、欧洲最高殿堂欧冠杯的进球纪录，就连助攻纪录也都只差已经退休的席丹4球。被问到Mbappé跟自己有什么相似之处，亨利盛赞他 Well, with all humility, because this guy is just a freak. The way he could see a goal and think about it, see the path and execute it. 到了青少年时期，父亲觉得是时候让Mbappé转换到更大的俱乐部踢球。在一场 U12的测试中，Mbappé几乎是单凭一己之力帮助球队取胜，但是最终没有跟新的俱乐部取得共识。于是父亲又让Mbappé硬是上极负盛名的克莱枫丹国家足球学院。周间在学院训练，周末还是跟父亲执教的 AS Bondy 比赛。Mbappé 开始受到各大豪门俱乐部的注意，其中包括英超的切尔西、西甲的皇家马德里，而当时Mbappé只有12岁。第一站，英国。Mbappé 来到了英超豪门切尔西俱乐部进行测试。在这里，故事开始变得很分歧哦，不同的记者有不同的说法，但大致上有2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姆巴佩的父母打从一开始就无意让他离开法国，他们知道小球员离开家乡去外地生活会有适应的问题。此外，加入豪门俱乐部，身边都是最顶尖的小球员，姆巴佩的才能有可能就这样被淹没其中。所以英国以至于后来的西班牙之旅，都只是为了让姆巴佩去见见世面，跟他的偶像球星们见面。根据姆巴佩17-18赛季接受广播采访的说辞，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职业计划了。我知道我想做什么，我知道我想达到什么程度，我不会允许任何事物让我分心。另一个说辞则是来自颇具公信力的 The Athletic 报道，切尔西的球探 Daniel Boga 把姆巴佩一家人带到了英国，参与为期4天的测试。4天当中呢，有一场比赛，切尔西的青少年队大比分击败对手，但是姆巴佩并没有得分。事实上，当时跟他一起踢球的球星长大之后，很多人根本没印象有跟姆巴佩一起训练过。但纵使如此，姆巴佩在场上的表现依然令人印象深刻。Boga 回忆到，球在他脚下的时候为之惊艳，他把球推出去，你就只能看到他的车尾灯了。你看得出来他有特别之处，但同时在这场测试中，我不觉得他有感受到这是一个可以全力以赴表现、取得切尔西合约的重大机会。稍微说明一下，英超足球是5大联赛当中球风最剽悍、最有侵略性的，所以当时的切尔西负责青少年甄选的负责人说：“是的，他持球的时候很令人赞叹，但是我们想要看到他的求胜欲。”切尔西给出的回应是：“我们想要再看到他，希望下次能看到这个部分。”但是姆巴佩的母亲当场用法文回复说：“不，我们不会再来，告诉他们他不会再来了。如果你们要签他，现在就签，不然5年之后你们会用5000万英镑来签他的。” Boga 只是委婉的翻译说，他们可能不会再来了，要签就是现在啊。虽然事后切尔西是有在邀请姆巴佩来测试，但是显然他的父母已经有其他计划了。自从切尔西的经历，我拜托我爸妈让我离开 Bundy 去到大俱乐部踢球，但我父母要我留在家里拥有一般小孩的生活。当时我并不理解，但事实上那对我来说是最好的。我在碰撞中学习了很多重大人生课题，那些是在大俱乐部的泡泡里没有办法学习到的。而在姆巴佩即将过14岁生日时，家里接到了一通惊喜电话，是皇家马德里俱乐部，也就是 C 罗踢球的俱乐部。皇马邀请姆巴佩在假期期间到西班牙参与他们的训练。电话中，他们告诉姆巴佩的父亲说，席丹想会会你的儿子，这成了姆巴佩最惊喜的生日礼物。在训练中心的停车场，席丹邀请姆巴佩坐上他的高级轿车，要载他去球场。小姆巴佩紧张地问：“我需要脱鞋子吗？”那对一个14岁的孩子来说，根本是梦一场。也就是在那趟旅程中，他生平第一次遇见了他的超级偶像 Cristiano Ronaldo。但最终，姆巴佩在15岁那年选择加入了法甲的摩纳哥俱乐部。再稍微说明一下哦 ，The French league is not competitive。5大联赛当中呢，法国甲级足球联赛呢是相对竞争比较不激烈的，而摩纳哥的名气当然是不比西甲的皇马或者是英超的切尔西，甚至是同联赛的 PSG 巴黎圣日耳曼。但有此一说是，姆巴佩父母看上摩纳哥俱乐部很健全的青训体系，过往也栽培出很多优秀的球员，就像是 Thierry Henry。重点是，比起加入一些豪门俱乐部，加入摩纳哥更能保障姆巴佩有充足的上场时间，让他能好好发展。姆巴佩果然很快就升上了成人队，16岁就为球队出赛，还一连串打破了 Thierry Henry 在摩纳哥的多项纪录，而且17岁就为俱乐部拿下了一座法甲冠军奖杯。随后的历史流水账就不多阐述。2017-18赛季，姆巴佩先是租借，后来转会到 PSG 巴黎圣日耳曼，转会费是天价的大约1亿8千万欧元，仅次于同队内马尔的历史最高转会费纪录。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年仅19岁的姆巴佩就跟法国一起拿下了世界杯冠军。出生自Bondy的姆巴佩啊，始终心系家乡哦。对于弱势的孩子，特别有着内心很柔软的一面。他把他2018年世界杯冠军的奖金和奖励全数捐作这个儿童慈善，而且赛前还邀请家乡弱势的孩子们一起去俄罗斯观赛。他创立了基金会 Inspired by Cam。在 COVID 期间呢，矢岩帮助98名来自巴黎的儿童完成他们的梦想。他甚至把自己的经历出版成一本儿童漫画书。2018世界杯之后，姆巴佩曾说：“有太多具备潜力却没有钱或机会去实现那份潜力的孩子。我小时候崇拜很多偶像，现在我不希望孩子们只是崇拜我，而是让他们知道我在乎他们的人生。”
疫情期间 ，C 罗、梅西等球星都有捐款帮助对抗疫情，姆巴佩当然也爱心不落人后。2019年1月21日，英超球员 Emiliano Sala 乘坐的轻航机在英吉利海峡失事。当官方最终停止了搜救任务，姆巴佩是众多球星当中一起出资资助私人搜救任务的人之一。出生自弱势社区，年纪轻轻就拿下世界杯冠军，说话直白，爱心不落人后，姆巴佩在法国人的心中俨然是一个足球金童模范生啊。然而近年来舆论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哦。2021年的欧国杯瑞士跟法国在16强对到，最后是法国 PK 大战输了，最后关键一球被挡下的就是姆巴佩。在足球近乎一种信仰的欧洲，姆巴佩在赛后遭受到种族歧视性的攻击，甚至是一度想要隐退国家队。而随后的转会门风暴也让欧洲球迷对姆巴佩开始有了不同的意见。姆巴佩在跟 PSG 合约将期满到期时，极力试图转会到积极拉拢他的皇家马德里俱乐部，但是东家不放人，主席还声明：我们绝不会卖他，也不会让他自由转会。在巴黎有姆巴佩所需要的一切，他能去哪里？在企图心方面，哪一个俱乐部比得上今日的 PSG？ 我们希望可以尽速跟他续约。这里是巴黎，这是他的国家，他有使命透过足球宣传发甲，他的国家，他的首都。甚至法国总统马克宏也声明 ，PSG 是一个伟大的俱乐部，并且知道怎么帮助他发展。他留在 PSG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对俱乐部来说是，对法国的联盟来说也是。尽管姆巴佩始终表示出转会心意已决，但最终却神回转，选择了续留 PSG 3年的大合约，这多少让皇马球迷感到被背叛或戏耍。Your league is not competitive. I think it's a shame of a decision for football, but obviously money talks. 如果增加一点背景知识呢 ，PSG 在2011年被超级富有的卡达给买下，而背后的大金主是谁呢？就是卡达的现任国家元首。这背后的故事呢，我们在另外一部影片有提到关于 FIFA 的丑闻。总之，木已成舟，皇马的主席也只能够无奈地表示，这对姆巴佩来说不容易。接到法国总统的电话，叫你不要离开，然后卡达又开出那些令人疯狂、完全不成比例的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姆巴佩改变心意了。姆巴佩自己则强调，续留 PSG 的决定是关乎足球本身。大家都知道，我去年想离开，我当时认为那是最好的决定。现在状况不同了，足球上来说也是，个人考量上也是。法国是我长大的国家，我一直居住于此，离开是不对的。俱乐部的整体方针也有所改变，这让我想要留下来。我觉得我在这里还有未完的故事。Madrid is a different club, is different level. But me, I wanted to write the history of my country, in the league of my country, in the capital. So it's for that I stay a little bit more. 另外，姆巴佩直爽、自尊心强的个性也衍生出不少8点档戏码。在2022卡塔世界杯前，他拒绝参与法国足协的赞助商活动，理由是他不希望自己的肖像用在推广一些速食店或博弈公司上，也希望足协就赞助商事宜能事先商讨，以免跟自己的赞助商有冲突。这件事后来得到了队上其他资深球员的支持，最终法国足协是承诺会重新检视肖像权的协议。而说到讲话直言不讳，在世界杯前的这一段采访，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阿根廷在夺冠之后疯狂调侃姆巴佩。Parce que l'avantage qu'on a nous les Européens, regardez, c'est toujours les Européens qui gagnent. 插播一下题外话，这里特别帮姆巴佩澄清一下哈，在本届世界杯的英法大战当中呢 ，Harry Kane 有一球12码，本来是有扳平机会的，但是最后却罚丢了，然后就看到了姆巴佩好像在嘲笑 Harry Kane 的这一幕。但如果你看到镜头的全貌，或许你就会有不同的想法。这真的是一个媒体框架理论活生生的例子啊！我们一起来学习媒体视读吧，耶！去年8月14号 ，PSG 对蒙贝利耶的比赛中发生了一连串小事件。先是第23分钟，姆巴佩罚球没进，之后一次反快攻又发生了球没传给姆巴佩，结果姆巴佩甩拳直接不跑了，这引来许多球迷球评挞伐他的态度。第43分钟 ，PSG 再次获得罚球机会，姆巴佩似乎是跟内马尔为了谁来主罚有些争论，在过程中姆巴佩有意无意撞了梅西一下，这段画面事后疯传网路。前英超曼联球星威鲁尼也跳出来说，一个22、23岁的球员用肩膀撞梅西，我这辈子没看过这么自视身高的人。谁来提醒姆巴佩，梅西22岁的时候已经拿下了4座金球奖，而跟内马尔之间的心结在赛后更是在更衣室引爆。据消息，两个人差点打起来，互扔东西，还得靠 Sergio Ramos 把两个人分开。我在想，还好是 Ramos， 不然这两个人是要怎么分开？
其实内马尔和姆巴佩在初期感情还蛮不错的，姆巴佩还告诉内马尔，他小时候房间还挂着内马尔的海报，惹得内马尔哭笑不得啊。不晓得他们是否会有放下余量情节，重拾友谊的一天呢？在姆巴佩跟 PSG 谈续约的期间呢，有多方臆测，我必须强调是臆测哦。姆巴佩留下来的条件之一就是必须以他为中心来建构球队，甚至要求要卖掉内马尔。It was almost like he felt like he was the director of football. It was almost like he was choosing the coach. He was talking about players coming in because they were that terrified of losing him. I actually don't know what they promised him. From the outside, it looks like he never heard a no in his life. But there's too much ego power for a 24-year-old player who is one of the best players in the world. 很强的自尊心，对自我要求高，好胜心强，不断追求卓越，这一点跟他儿时的偶像 C 罗很像。Are you the best footballer in the world right now? I think so, yes. Who's the best football player in the world? Me. If this was years ago, who would win in a race? J'aurais gagné contre une Titi des Red Bull. Ah! Yeah! Passe ou but? Ouais, je me suis surtout dit que quand tu veux être un joueur spécial, pourquoi choisir quand tu peux faire les deux? 姆巴佩曾经接受采访时说：“当然，自尊心很重要。当你在困难中，没有人会鞭策你，你必须要说服自己，你有能力颠覆群山。每当我踏上球场，我总是告诉我自己，我是世界最强。然而，我曾跟梅西和 C 罗纳度同场较劲，他们都是比我优秀的球员，他们的成就远在我之上。但在我的内心里，我总是告诉我自己，我是最强的。如此一来，才不会限制自己，才会全力以赴。”在我看来啊，很强的自尊心是一道两面刃啊，它可以把你推向巅峰，但是也有可能把你推落孤傲的深渊。Me, I always want to show that I'm better, or I'm the best. I can win, I can do things, but you know, it's good to be competitive on the field. But sometimes in the life, you don't need to be like this. 姆巴佩在11岁那一年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故事，对他影响深远。这或许说明了为什么今天的姆巴佩有这么优秀，或者是说强悍的心理素质。他的球队踢进了某个杯赛的准决赛，那是他第一次踏进真正的体育场，被上百上千观众围绕。但是姆巴佩感到畏缩，他害怕到在球场上几乎没有跑动，也不敢触球。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比赛结束之后，妈妈走进球场，拎住他的耳朵对他说：“你这一辈子都会记得今天，你必须要总是相信自己，即便你失败了，你可以60次射门都射不进，没有人在乎，但你因为害怕而拒绝投入。”这可以成为你一生的梦魇。我自己从姆巴佩的人生故事当中体会到，家庭是如何塑造一个生命，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品性思维，就算是在不好的环境当中，但是如果周遭的人给予强大的心理支持，我们也是能够在逆境中创造出卓越。还有人没有绝对的好或坏，而是我们都有不同的特质，不同的特质带出了我们不同的面向，但关键在于我们怎么使用我们自己的特质。以上个人小心得跟你们分享。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喜欢的话呢，记得给我们按一个赞，留言，也可以分享给你们的好朋友。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呢，也可以去看看我们其他的有做梅西相关的、迪玛利亚相关的影片。在世足赛期间，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 YouTube Shorts 影片，也有放在 Instagram 上可以观看。那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上面呢，也有另外一个英语发音的正能量系列，喜欢的话呢，记得给我们看起来。好的，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 ，See you guys，peace。